泽人在后面大喊道：徐大哥，务必将他擒住！芙蓉眼看失去逃跑的绝佳机会，无奈之下只好准备和彪虎交战。他冷笑道：想抓我，没那么容易。话音未落，芙蓉便掏出匕首往彪虎的脸颊划去，彪虎瞬间压低身子闪开了攻击，并同时握紧拳头向上击去。这拳来得又快又猛，拳头周围因巨大的力量与极快的速度，产生了如气旋一般的空气流动，带着如巨龙升天般的气势与威压，直逼芙蓉的下颚而去。而芙蓉像是早就料到般，向上后空翻避开了彪虎的上勾拳，随之舞动的鲜红裙摆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形，有如一轮赤红弯月。随后双手撑地并旋转，以倒挂金钩的姿势瞄准彪虎的天灵盖踢出一脚。彪虎见状，双手交叉举过头顶，挡下了芙蓉的踢击，随后发力将其顶开。芙蓉急住彪虎的推力，连续翻了几个身，与彪虎拉开距离，并迅速重整态势，能和彪虎打得有来有往。芙蓉肯定也是功力不浅。你这大汉真是狠心，若真被你这拳击中，怕是要毁容，真不懂得怜香惜玉。彪虎回应道：你若肯乖乖束手就擒，我便不伤害你。芙蓉则不领情，哼，谁要给你这木头大汉抓？虽然仍在逞口舌之快，但透过这几招的对峙，芙蓉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彪虎的对手，无论是内功还是武学套路，甚至最基本的力气都输彪虎一大截。彪虎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，只有轻功霓裳轻语勉强能躲过彪虎致命的伤害，才让两人的打斗看起来有来有往。打不过又跑不了，本该万无一失的任务还失败了。想到这里，芙蓉脸上第一次露出不悦的神情，都是那个脑子好使的范泽人，还有这个武功强的夸张的徐彪虎。今天若不是他们两个，他早该完成任务并且顺利脱身。只靠官府那群蠢衙役，肯定是无法侦破自己完美的手法。气不过的芙蓉恶狠狠地瞪着彪虎，突然他心生一计，芙蓉从腰间掏出铁镖，眼神紧盯住彪虎。他朝住彪虎脸颊处丢出了暗器，彪虎一个闪身，轻松的就躲过暗器的攻击。在那瞬间，躲过暗器的彪虎惊觉不妙，因为暗器的轨道有点偏离，不像朝住自己而来，而是站在自己身后的泽人。彪虎大吼住：泽人，快闪开！虽说泽人听到了彪虎的提醒，但为时已晚，铁镖还是不偏不倚，刺中了泽人的肩膀。从未习武过的泽人怎么可能闪得过常使用暗器的芙蓉的攻击？徐大哥，你不要管我，你只管抓住他。彪虎听罢，眼神坚定，发起了进攻。芙蓉嘴角掠过一丝嘲讽的笑容，道：要不是你们坏我好事，你那细皮嫩肉的兄弟也不用吃我这一镖了。本就是你有错在先，现在竟还要伤害无辜之人。彪虎的眼中少见的充满怒火。两人继续展开惊心动魄的搏斗，他们的身影在庭院内快速穿梭，每一个动作都极其精准而迅猛。芙蓉轻功了得，身手矫捷，他彷佛化身为一道赤红闪电，快速穿梭在庭院各处。彪虎则是毫不示弱，坚定的追击。两人打得不可开交，芙蓉的脚步灵活如飘渺的风，而彪虎则凝神以待，双拳如铁，宛如猛虎出山。一旁，阿耀见泽人受伤，赶紧上前关心：范大人，您没事吧？小的略懂一些医术，可以简单为你包扎。说罢，手便伸向泽人的伤处。泽人见状，赶紧制止道：别碰，这镖有毒。阿耀听闻，大呼一声：什么？泽人赶紧要阿耀小点声，你别那么激动，小点声，让徐大哥专心对付芙蓉，我没事。阿耀立刻降低了音量：范大人非常抱歉，那我隔住一层布把镖取下，稍微包扎止血。随后，阿耀小心翼翼地替泽人做好应急措施，暂时先止住血，但因不知是什么毒，所以也不好处理和轻举妄动。彪虎方面，许是泽人受伤，令他的进攻显得有些急躁，这让芙蓉逮到机会连番对彪虎进攻，并时不时地想用暗器指向旁观者们，搭配卓越的轻功步伐让他占据主动。然而，彪虎并不气馁，他一边招架芙蓉的攻击，一边用更快的速度预判芙蓉的小动作，快速地拍掉芙蓉手上即将掷出的暗器，并同时告诉自己必须冷静，现在能保护众人的只有自己了。他的拳脚越来越猛烈，带着无可阻挡的力量向芙蓉袭来，剑光闪烁，拳风破空，两人的打斗场面激烈而壮观。芙蓉手持匕首，闪着阴冷的寒光，他的身影犹如一道飘逸的流云，在庭院中轻盈飞舞，轻盈地闪避彪虎的拳头，并迅速发动反击。每一次的攻击都迅猛而凌厉，彷佛一片无情的风暴。他的眼神中闪烁着一丝冷漠和警惕，但同时也带着一丝挑衅和兴奋。彪虎则是双拳如雷霆，
气势如虎，威风凛凛，带着破风之声猛烈的出击，招式凌厉，出手准确有力，一拳接一拳的向芙蓉打去，企图制服芙蓉，同时躲避匕首和暗器的双重攻击。突然间，芙蓉一个身形猛地向一侧一闪，手中的匕首闪电般刺向彪虎的脖子。彪虎退了一步，右手迅速制住了芙蓉的手腕。你这女子果然狡猾。彪虎冷冷地说道，嘴角漾起一丝警惕的笑容。芙蓉冷冷地看住彪虎，眼中却闪烁出挑衅的光芒。你这大汉倒也不是没有两下子。两人的对话充满了敌意和挑衅，他们的身影交织在一起，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生死存亡的气息。彪虎的力量和坚毅被放大到极致，而芙蓉的灵活和狡诈也表露无遗。在战斗中的一个间隙，突然一把宝剑从一旁飞出，胡老爷出手相助，为彪虎提供了一臂之力。彪虎稳稳地接住了宝剑，顿时气场突变。芙蓉气喘吁吁地看住彪虎，后者神情严肃地将剑从剑鞘中拔出，并将剑鞘丢向一旁，同时双腿微弯，明显是在蓄力。周遭的细沙碎石亦像是被这股力量影响般，正以肉眼难以察觉的微小幅度震动着。明明剑鞘是正常的落向地面，但在芙蓉眼里却像是慢动作一般。那一刻时间彷佛凝结，周遭的声音也变得寂静，只听得见自己的喘气声与心跳声。他明白，下一击肯定非比寻常，必须赶紧运气使用霓裳轻语。但是经过刚才的连番战斗，自己的内力早已所剩无几，怕是来不及了。那至少要举起匕首护住要害。当剑鞘落地的瞬间，彪虎双腿凝聚的力量爆发，就像是紧绷的弓弦突然松开般，彪虎以近乎弹射的状态飞跃而出，周遭的细沙碎石也因能量的释放而喷飞四散。彪虎原先站的位置地板甚至出现了裂缝。只见彪虎单手持剑急速飞向芙蓉，身体周遭的空气也因过快的速度产生了气旋。不及一眨眼的功夫，彪虎的剑已到了芙蓉眼前，剑光闪烁破风而至。虽已预料到此击威力巨大，但速度之快让芙蓉无法调转内力闪开，只好本能地架起匕首做好防御姿势。剑尖和匕首交汇，铿锵一声，匕首应声断裂，宝剑直直刺入了芙蓉的肩窝。最终在宝剑的助力下，彪虎终于将芙蓉制服。他虽然尝试挣脱，但已无法逃脱彪虎的铁腕之下。在此刻，两人的对决划下了句点，而众人所期待的真相也随之揭晓。你已经输了，芙蓉。彪虎的声音有些气愤，因为芙蓉刚伤了泽人。芙蓉望着彪虎，眼神狠厉，心中充满了不甘心和挣扎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芙蓉咬牙切齿地说道。彪虎将芙蓉押回大厅，泽人站在大厅门口，忍住身上的疼痛，目睹着这场激烈的搏斗。看到彪虎获胜，他松了一口气。大厅内气氛仍然紧张而压抑，彪虎紧握着武姬的手腕和肩膀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决然和坚定。泽人则是抱着受伤的肩膀，神情凝重地盯住他们。泽人，你怎么了？此时的他不停冒冷汗，看样子强忍住极大的痛苦。阿耀在一旁回应：徐大人，范大人刚刚那镖上有毒，已经请人去医馆请大夫了。你这女人，解药在哪？芙蓉冷笑一声：有也不给你，伤不了你，我就伤你重要之人，让你也体验痛苦的滋味。你……怒火又窜了上来。这个女人真的很懂得如何惹火彪虎。徐大哥，我没事，我还有话想问他。彪虎紧紧地盯着武姬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不满。泽人接续刚刚没说完的推测，所以案发那夜你献武之后就回到房间更衣，但其实是趁着机会溜了出去，到宝物库行窃。过程中你迷晕了阿耀，并且翻窗进入，然后偷走了金玉锁珠。后来因为你听见了月巡的脚步声，情急之下才不小心勾破了衣上遗留武艺的碎片。后来回到房内沐浴更衣，将身上的迷魂香味道洗去，将作案用到的物品全数锁在宝箱的上盖，再装作无事回到宴会。没错，你说对了。芙蓉终于松口承认了罪行，她不再挣扎，也没有任何情绪，像是断了线的提线木偶般丧气地坐在地上。彪虎质问道：这下你无话可说了吧，芙蓉？是我输了，范泽人，你很厉害。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范泽人深吸了一口气，接下来要做出非常重要的决定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芙蓉突然抽出手中的发簪，毫不犹豫地往自己的脖子刺去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